电压力锅使用从入门到精通。看完本期节目，你可以掌握这些食谱，并且设计出自己的拿手菜。强烈建议收藏本期节目，并且分享给家人朋友。还不要忘记点我们评论区，还不要忘记给我们点赞哟。第一道菜呢是煮鸡蛋，打开盖子，把鸡蛋放进去，然后呢放1杯水，这个方法比较省水，把盖儿一盖。好，我们按一下左上角的 Pressure Cook， 然后呢我们手动的调整时间，煮鸡蛋2分钟就可以了。2分钟结束了，什么都不用管它，再等上10分钟。一会儿这显示10的时候，我们再放气儿，把鸡蛋取出来就可以了。好了，基本上现在就是已经10分钟了。我们把盖子打开，我们第一时间把这个鸡蛋放在冰水里边，这样鸡蛋比较好剥，让它稍微泡一会儿。煮鸡蛋呢就是这么简单。接下来我们来一个更简单的煮米饭。煮米饭呢就是米1杯，水1杯。好，操作是一致的。刚才我们是2分钟，现在我们给它加1分钟，一共是3分钟。3分钟倒计时结束之后，我们跟刚才一样，也要焖它10分钟就可以了。煮米饭这点时间呢，咱们也别闲着。我用刚才煮好的鸡蛋给大家拌一沙拉。我这沙拉呢特简单，是在 Costco 买的现成的。介绍完了。好嘞，现在已经焖了10分钟了，我们现在给这个锅放气儿。也是一样，因为我们只压了3分钟，并且焖了10分钟，所以这个气儿呢并没有那么多。大家可以看这米的状态，基本上就是放凉了，你就可以拿来炒饭了。我觉得这是粒粒分明啊，特别好。有的同学会问了，你这个面板上不就有一个蒸米的这个选项吗？你按它为什么就不行呢？我试过用这个方法蒸米呢，出来容易有锅巴，就是有点粘锅。咱们这个时间呢，出来这个米是刚刚好。好了，接下来呢，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如何用 Instant Pot 来做土豆泥。土豆削皮儿切块，倒到锅里，我这是3个土豆，加2杯水。好，这次我们压10分钟，但是这次呢，我们就不用焖了，压10分钟之后可以直接放气儿就可以了，直接放气儿。好，我们把这里边的水尽量的倒干，然后呢，用压土豆泥的这个工具，觉得有些干就加点牛奶。加点盐进去，加点黑胡椒，然后放点糖，差不多1、2茶匙就可以了。拌成这个状态了呢，我们往里边加一些黄瓜丁，尽量的把籽儿去掉，这样就不会产生额外的水分了。然后再放火腿片，这个火腿片、火腿丁都可以，根据你的个人喜好。加了这2种食材之后呢，这个土豆泥的层次感会更加的突出，吃起来更好吃。好了，第4道菜炖牛肉。如果说前3道菜你认为特别简单呢，那你可能会特别意外的发现第4道菜同样也特别简单。我们先把这个2磅的牛肉，这是专门炖牛肉用的。然后呢，我们往里边放这个，先放上半包，然后呢再加这个，也是汤料的包，这一袋就都加进去就行了。这2种调料在沃尔玛都能买到，非常方便。然后呢，放洋葱，放大概1个下去就行了。放一把胡萝卜，最后放土豆。然后刚才我们不是倒了半袋那个调料包吗？把这半袋撒在上面，然后往里边加2.5杯牛肉的高汤。1磅的牛肉要压15到20分钟，咱们这个是3磅左右，也就是正好1个小时。好，现在开始加压，当那个气儿顶上之后呢，那个开始倒计时，1个小时以后就可以放气儿开吃了，就这么神奇。开始了，准备好了吗？
干嘛还没开始呢？休息小酒。这是我们在奥兰多的 Costco 直接买的这种已经切好的小排骨，我们现在把它清洗一下，血水给它揉搓出来。在美国的各位小伙伴呢，也可以在亚洲超市非常容易买到这种排骨，然后也可以让超市帮你就是处理成现在这个状态，帮你切一下，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，因为可以少买一点，不用买那么多。好了，冲洗几次之后呢，这个水就没有那么浑浊了，我们就不用管它了，让它在这儿泡一会儿。我们去处理别的配菜。配菜呢都在这里了，我会一一给大家讲解。我先来处理一下这个姜。姜呢去了皮之后，简单的切成姜片就可以了，没有什么太多的讲究。刀工不好就切厚一点也无所谓。下面我们来处理一下洋葱，把它简单的切几刀就可以。这个洋葱比较小，一个不够，咱们再来一个。洋葱这样就可以了。配菜呢还有彩椒，今天咱们这个彩椒呢，只要把彩椒清洗干净，然后把这个梗简单的处理一下，这块呢都给它留住，这样呢风味其实都在这个蔬菜的这个部位，所以不要浪费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还会放这种蘑菇，这种蘑菇在美国超市里边到处都可以买到，你也可以放自己喜欢吃的蘑菇的品种。这个清洗干净，也不用切，也不用管它。一会儿呢，我们就会都放在锅里边。我们选择的这几款蔬菜呢，都是富含水分的。一会儿炖的时候呢，就完全靠这蔬菜里边的水分去把排骨给炖熟、炖香。这样呢，不但不用添加额外的水，而且还会让这个排骨炖出来富含这几款蔬菜的这种风味，非常的浓郁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准备一个简单的卤料包，1茶匙白胡椒，用整粒的白胡椒比较香一点；1茶匙青花椒。1茶匙香菜籽儿，行了，就是这么简单。准备好了去腥提鲜的卤料包之后呢，我们再来做一个调味汁。海鲜酱2茶匙左右，番茄沙司1汤匙左右，甜面酱大概1到2汤匙，也可以多放一点，因为咸味儿都来自于这个甜面酱，咱们今天不放盐。好，为了给这个酱卸开，让它更均匀呢，我们放1/4杯的料酒。好，既然是红烧呢，我们需要上个色，这样呢，我们可以加大概1到2汤匙的这个老抽。酱汁准备差不多了呢，这个肉呢，我们也可以取出来了，把水倒掉，然后尽量的把排骨里边的水呢给它挤干一点，然后把刚才调好的这个料汁呢直接倒在这个排骨上，直接扔锅里就行。这不得揉搓一下，它就吸收了吗？这电饭锅里也能揉搓呀。言之有理。那个男人做事儿就是不靠谱。怎么还上升到性别了呢？你怎么不上升到物种呢？我怕你更自卑。我不自卑，我都代表全人类了，我有什么可自卑的？锅呢比较小，不好操作；盆呢比较直观，方便让大家看见。那你这样会给观众朋友造成一个误解，人家以为还要多一步。他误解是因为他看的不仔细，就是人家看的仔细了，才发现你多了一步。呀，谁呀？如果你有时间的话，可以让这个肉稍微腌一会儿；然后没时间的话，咱们直接进锅也无所谓。现在就把刚才准备好的这个配菜呢，依次的放到这个锅中，先放姜，再放洋葱，都放好了之后呢，我们把排骨也放上去。这个排骨呢，大概差不多3斤多吧。你看你用这盆儿还浪费点酱汁儿。这蘑菇呢也出水，而且一会儿这个浮出来的这个油呢，可以被这个蘑菇吃掉，更香了，而且就不油腻。我们平时在家里边用高压锅炖肉呢，遵循一个原则，就是每1磅肉大概用15到20分钟的时间。今天我们这个肉比较特殊，因为是骨边肉，贴着骨头的肉呢都比较薄，所以我们时间可以短一点。我们今天用的是不到4磅的肉，我们用大概50分钟左右就可以出锅了。好，刚才有细心的观众朋友弹幕告诉我们呢，卤料包忘放了。不过没有关系，刚开始它是慢慢的加热，我们可以随时把它打开，然后把这个卤料包放进去。史上最没脑子的一个美食博主，无脑操作，无脑操作，埋起来就可以了。接下来耐心等待就可以了。不知不觉呢，过去了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，现在就可以开始放气儿了。哇塞，这个味儿这太香了，特别高级，我跟你讲，特别香。好，咱们盛出来吧。呵，漂亮。
比外边买的还要好吃。成本低，粉蒸肉。好气，吸肉吸管的，脱香，可以见气闻。羊肉焖饭。
好吃，太牛了。酸菜白肉。一点也不腻。酸菜跟白肉简直就是，是不是本来就应该长在一起呢？太干了，非常清爽。在超市买的1斤半的五花肉，一定要带皮五花肉。好，我们把它稍微的冲洗一下，然后用厨房用纸把它擦干，现在就可以把它切成骰子块儿。哦，空气炸锅喷一层油，尽量的给它散开。去腥提鲜，同时让这个肉保有水分吧。煸一煸也可以去油，咱们就用空气炸锅来去油。但是去油呢，你得先给人家补点油。哦，到底是去油还是补油？先补后去。哦，这样的话，它表面就更容易变得焦脆了。我们用400华氏度，大约是200摄氏度呢，给它烤一个10分钟到15分钟，具体的根据我们的肉量来控制。我们今天放进去的大概是1斤半左右的肉，我们给它设个10分钟，先看一看。那么我们接下来要准备一下佐料，佐料呢就是7种：葱、姜、蒜，这个在任何超市里都可以买到，好吧？花椒、香叶、花椒、桂皮，有这么一节儿就够了哈。花椒的量大概就是1到2汤匙就可以了。看，放8角，还是很方便的。4片姜就可以了哈。葱呢大概这么多，蒜呢大概10瓣左右。看，这就是大概10分钟左右出来的效果。现在油基本上都已经出去好多了，一会儿我们就更加的健康。我们接下来呢要准备一下调料。我来放吧。什么口音？等一会儿嘛，让我先放嘛。甜面酱大概2到3汤匙就可以啦。3汤匙是老抽2汤匙，1汤匙2汤匙，放1茶匙就行了，行吗？1茶匙2茶匙 ，OK 了。料酒1/2杯。哇！然后这一锅一倒。哈哈哈哈哈！爸爸放葱，老麦放蒜，做完了。姜扔进去就行，不用摆在上。使劲儿，呵，这么快就放弃了？对呀，世上无难事嘛。肉放进去，哇！哎，大家可以看看这么多油，相对就健康好多啦。对啊，油就出去了，吃起来就不肥了。你拿不住，太大了。冰糖我们放多少呀？放这么多吧。好，接下来呢是可选项，我们可以往里边放点这个煮好的鸡蛋，6个了，7个了。然后可选项呢就是蘑菇。哦，千万不要翻车呀！真不错。电压力锅炖肉呢，大概是1磅肉，差不多是15到20分钟。我们这个呢是1斤半左右，那半个小时足够了，30分钟。咚咚咚咚咚，火，哎呀，哇塞！馍的部分，因为我们在北美呢也不太方便自己烙，也比较麻烦，而且手艺不精呢有可能翻车，我们就在这个亚洲超市买这种荷叶包也可以。那其实我个人更建议呢，你就去沃尔玛买这种小面包，不需要特别讲究，就是比较像馍就可以了。因为我们我个人认为啊，主要就是其实是吃肉。配菜我们就选择香菜和这个尖椒，用青椒也可以，但是我觉得青椒生吃可能容易胀气，尖椒还带点辣味儿，更有滋味。这样肉汁儿又被肉吸回去。
这可是你做的，肉肉啊。嚯！黄焖鸡米饭，所以我们要先准备的是什么呢？对，就是黄。差不多1汤匙左右的海鲜酱，1汤匙左右的酱油，差不多1汤匙左右的大酱。韩国超市买的这种大酱出来的效果会更好一点。半杯的黄酒，然后把它干了，并没有倒进去。这样呢，鲜和咸还有这个颜色呢，基本上就都齐了。放到一边。鸡腿肉，咱们切个块大一点。1块鸡腿肉差不多能切6块吧。我们今天用4大片儿。再给大家介绍一个经验，就是你可以像我这样坐着做饭，比较省腰，但是有点费脖子。然后这时候我们把这个板拿起来，有一张纸可以用来擦擦手。小妙招，腌料对吧？黄拿来，把鸡跟黄放在一起，就是我们今天的黄焖鸡，完事儿了是吧？真假的？我天，你居然问我真的假的？对呀。我能悔婚吗？行，就让它腌上就行了。然后我们现在准备这道菜的配菜，4个这么大的土豆，反正就你吃多少放多少就行了，你不用管我放多少。人家不是得知道你这个比例吗？468克土豆，多1克也不行，少1克也不行。我们把它扔到空气炸锅里面。现在这个状态也可以啊，但是你想让它表面烤的效果更加的焦脆呢，你就喷一点这种植物油。我们用的是菜籽油，400华氏度，大约是200摄氏度，来23分钟。如果你不放心，你中间可以把它拿出来摇一摇，就是摇它，不要摇自己啊。辣椒我们今天用3颗，先把这2颗小的切了。行，这么大块儿？对呀。洋葱要不咱也切块得了。行了，接下来准备一口上好的电压力锅，上好牌的电压力锅，腌好的鸡肉扔下去，然后把盖子一盖，盖上盖儿之后呢，我们给它高压，正好是压15分钟。好，现在就开始了。气压上来了就会倒计时，15分钟过去之后会提醒我们。我们这会儿呢再干点别的去。刚才我们甩了一个辣椒，把它切成稍微细一点的细丝儿。一会儿空气炸锅烤完土豆呢，我们用空气炸锅再来烤一烤这个辣椒。接下来我们要准备黄焖鸡米饭里边的什么？饭？不对，是米。咱们用3/4杯的鸡汤来配这个1杯的米。我用的是这种米 ，Costco 自己的牌子 Kirkland 的一个牌子的印度米。这个米的特点呢是超级能吸水，然后做出来的米粒粒分明，特别适合用于炒饭。当当当当当当当。4分钟就可以了。4分钟以后呢，我们再焖它10分钟就可以了。我们烤了21分钟，最后没有烤23分钟，觉得这效果已经可以了，就可以拿出来。大家烤的时候也可以这样，就是设定成23分钟，然后呢不时的拿出来看一看。我们现在空出来的空气炸锅呢，可以把刚才切好的那个青椒给它再撒进去。370华氏度，也就是188摄氏度，我们用这个温度呢，给它来5分钟就差不多了。4分钟倒计时已经结束了，不用管它，什么都不用做，再等上10分钟，焖它10分钟啊，见证奇迹的时刻。哦耶！刚才烤了5分钟的青椒，哇，好香啊！必须呀，颜色让它深一点。太香，香吗？确实香。肉，那我这也没肉了呀，咱就制作家庭条件怎么办？咦，我吃到肉了。你制作家庭条件怎么办？我也得长身体啊。要举起第一。你不着急，你有是时间长，我的时间不多了。
结构。今天我们炖肉呢，要选用的这个部位叫 pork butt， 听起来呢像猪屁股，但实际上它是猪的上肩肉。这个在美国的任何一个卖菜卖肉的超市应该都能找到。这块是带骨的，我们简单的把它分一下。如果锅够大的话，是不是就不用分了？最好也分一下吧，一会儿炖的时候更容易炖散。上面这层肥肉呢，我们可以拿刀把它切掉。如果你懒得弄呢，也没关系，因为一会儿一炖的时候，我们就把这个油全部都炖化掉，飘在这个汤的表面，我们用勺一撇就可以了。所以你这个健康就是说把这个大肥油都炖没了，然后我们不要这个肥油。对，最后贴着骨头这块我们就不用拆了，因为它一会儿就炖散了，就自然就脱骨了。接下来就比较省事儿了，把肉和调料往锅里一放，就可以开始炖肉了。那接下来我一边放调料呢，一边跟大家聊一聊用到的这些调料。先往里边打底，放一点酸菜。在美国这边的东北朋友说呢，这个酸菜和东北酸菜还挺像的，放一层就行，有一点酸味儿，让这个肉炖得更软烂。酸菜，反正我们是在沃尔玛超市的卖香肠的那个地方，冷柜有卖的，卖罐头的地方也卖这种东西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把肉全部扔进去。咱们今天用的这个肉大概是7磅。放调料的时候，我们要用到标准的这种量杯和量勺。我们用到的这种呢是吸铁石可以吸入的，这还挺方便的。海盐1汤匙左右，我们今天肉稍微多一点，就稍微多来一点点。黑胡椒粉1汤匙，蒜粉2茶匙。接下来就是美式的这种烧烤酱，就像一个卡架。哎，真的，对，你说的太好了。咱们这点肉放个1杯半、2杯都可以。美国的猪肉杀猪不放血，所以腥味会比较重一点。但是用它这个 barbecue sauce 炖出来就一点腥味也没有，也不用焯水，也不用浸泡，什么都不需要。一般这个 barbecue sauce 会在卖肉的冰柜旁边就有的卖，调料那个区域专门放这种 barbecue sauce， 各种各样的都有。然后我们那天在 Trader Joe 还看到了这种冷萃咖啡的味道的 barbecue sauce， 好想试试呀。对，但是一直没有机会。接下来我们要放的是 paprika 红甜椒粉，一般也是在美国这边超市的调料区都能看得到，比较容易买到。它的作用呢就是去腥提味儿，还有一个功能就是上色，它能够让这个肉变得很漂亮。我们一共放3汤匙就可以了。这个黑乎乎像咖啡一样的东西呢，叫做烟熏液，叫 liquid smoke， 让它有一种烧烤的感觉。这个 liquid smoke 一般在卖 barbecue sauce 的那个货架上最上边你就可以看到。最后呢，再放进去1/2杯的鸡汤，这个用水也可以啊，盒装鸡汤这种呢，其实在各大超市都能买到。对，尽量让那个酱跟这个肉混合均匀。你是开心吗？嗯，为什么开心啊？因为爸爸做的肉，那爸爸做的肉好吃吗？走累了。选择高压1小时15分钟就搞定了。好啦，给你吃啦。哇，酷 ，awesome。哎呦，怎么样？酷。我们把刚才锅里边的那个肉汁儿尽量的焯底啊，别要上面的油，再给它浇回来。这样呢，肉里边出来的水分呢，它带着那个味道再吸回去，然后再拌一下，让它吸收一下。哇塞，这样呢基本上就成型了。你可以把它放到玻璃器皿里边，搁到冰箱里边储藏。你这1个星期的这个肉食呢，都可以从这里边来。把这一锅肉变成5种花样来吃。首先呢，我们来做的是汉堡，这个风格呢是德式风格。这个面包是全麦面包，你们如果选择其他的也都完全可以，根据自己的喜好来。我们先来点美乃滋酱，做好了肉，有点意思不？有意思。老蒙在炖肉的时候已经给大家介绍了这个酸菜，然后呢就是这个 cheese， 我比较喜欢吃 cheese， 我就会 double cheese。double cheese 可能会爆炸，不会爆炸。来，我们再来一个煎蛋，这是我提前煎好的，再来抹一点美乃滋酱，因为这个美乃滋酱它稍微有点甜，可以用它这个酱去平衡一下那个酸菜的酸。
就这么简单，德式汉堡已经做好了。这就是传说中的肉夹馍的馍吗？对，这个馍呢是我在超市里买的那个 English muffin，我觉得这个做馍是最合适的。如果你附近有那种亚超的话，也可以买那种荷叶饼。配料非常简单，黄瓜丁、香菜、葱丝儿和红的这个彩椒，切好了以后，把它放到冰水里面泡一会儿，它出来的这个质感会更好，特别脆。哎呦，你把我肉都弄来了。我不会都把你的肉吃，这有一盆呢啊，你不要担心，好吗？来点香菜，来点黄瓜丁。这个理论上什么也不用放了，但是如果你还喜欢吃辣呢，可以再往里放一勺辣椒油，哎，马上这味儿就出来了。为啥？一会儿我给你做一个不辣的啊，哎，太好养活了这孩子。太香了。这做早餐也没治，提前一天把肉炖好了呀。你看我这葱丝用这个冰水一泡，它就自然卷起来了，特别漂亮。好嘞，嘿，艺术品。做好了。就这么简单。Oh my god！ 给大家拌一个凉菜，提前准备好的魔芋丝，大家在超市里都可以买得到。我刚才做肉夹馍用到的这个葱丝和红色的彩椒，然后切好的黄瓜丝儿，还有咱们提前做好的蛋丝儿，再来上一把香菜，请出我们的主角肉。你把我肉弄完了。哎呀，不会了，怎么这人？花椒油，1到2茶匙的蒸鱼豉油，如果没有的话，用酱油也可以。其实往里放点芝麻酱了、花生酱了都 OK 的，因为魔芋丝的热量非常的低，你就当成一个减肥凉菜也是完全没问题的。对，相当于是凉面，对吧？所以我在不经意间又给大家推荐了一道非常好吃的减肥餐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再用猪肉给大家做一个汤。这个水已经开了，我们直接往里放一点肉汤。看我们这个肉汤都不用勾芡，然后我们就关火，把提前切好的黄瓜片搁进去，刚才的葱丝儿和红灯笼椒丝儿搁进去，撒上点香菜，齐活，就这么简单。好嘞。最后我们来做一个酸菜烂肉面，倒点油，搁点葱花，然后我们把酸菜下进去，这个酸菜一定要把水挤掉。好，酸菜炒的差不多了，我们把肉放下去。稍微炒的差不多了，我们就可以把面搁进去了。这个面是提前煮好的意面。为什么要用意面呢？是因为意面升糖比较慢，相对来讲更好一点，更健康一些。对，我们用的这个面是最细的那种意面，这样煮起来就非常的快，大概3分钟就可以了。再放一点肉汤进去，这个是烂肉面的灵魂。就最后用肉汤再给它熬一下，煨一下，对，然后让这个面呢充分的把肉汤吸收了，这个面就跟肉融为一体了。哇塞，酸菜跟猪肉绝了！一炒过之后呢，那个酸就去掉了，然后就全变成鲜了。这个味道又正好去猪肉的那个本身那个味道。太好吃了吧！这个太好吃了，我超级推荐这道菜。这道菜是我吃到现在排名第1的 No.1。第一步就是给鸡腿调个味儿，先放一点柠檬汁，可以软化鸡肉，让炖出来的鸡肉更软嫩。放点白胡椒，我这一共是7个大鸡腿哈，我这个白胡椒大概就放1/4茶匙就可以了。再来1茶匙的蜂蜜，1茶匙的蚝油。接下来我要放的这个呢，就是香菜籽磨成的粉，放这个是特别的去腥的，大概放1茶匙吧。然后再来一点盐，这个盐真的是酌情放，你口重就多放点，口轻就少放点。我就放1/4茶匙，你们看着放。7个大鸡腿是3斤左右的。下面呢就用手给它做一个按摩，就你尽量的给它把这个皮扒拉开了，然后让这个料进到这个皮跟肉之间。这个鸡腿必须得带皮带骨吗？有那种鸡腿肉可以吗？可以，鸡腿肉不带皮不带骨的鸡腿肉，还有整只鸡，做法其实都是一样的。用手揉的差不多了，我们就可以把它放到冰箱里面，再给它腌个30分钟。或者你要是没时间着急呢，不腌这30分钟也完全可以。鸡腿腌好之后，我们第一步呢是往这个锅底先放几片姜，然后切好的这个葱，我这大概是10来根，从中间一刀把它砍开，然后把它铺在底下就行了。
然后这里呢，我要强调一下，我说的这个无水无油呢，是不额外的添加1滴水和1滴油。这个葱本身它是有，其实它是有水的，它炖，它那个水其实就能炖出来。然后我们现在再把鸡腿肉码上去，鸡腿肉码好之后，我们1汤匙的老抽吧，给它上个色，这样炖出来好看。再往里撒点这个香菜籽儿的粉。你这真的不用放什么水什么的？不用啊。它不会糊吗？它不但不会糊，最后炖出来的成品底下还会有汤，而且这个汤炖出来的汤我们还有妙用，一会儿我再告诉大家，先卖个关子。高压设定为20分钟就可以了，20分钟已经过去了，我们再让它自然的焖20分钟就可以了。炖出这么多汤，还真有哎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哇，好香啊！必须必呀！好，我们现在把拆下来的鸡腿肉用手撕一下，随便撕一下就好，轻轻的撕，因为它已经非常的软烂，非常的酥烂了。拆好的鸡腿肉，我们现在就给它稍微一拌，大概1茶匙的花椒油，1茶匙的香油，1茶匙的辣椒油。因为这个鸡腿肉本身就是有盐味的，所以我们撒一点鸡粉就可以了，把它一拌。好香啊！对呀，再往上撒一点芝麻，再来点小青葱点缀一下。刚才给大家说到那个炖出来的那个鸡汤自有妙用，妙用在哪儿呢？你把它放在冰箱里冷藏1晚上，它就变成了肉皮冻。这个肉皮冻能干嘛呢？比方我们过年包一个饺子呀，包一个馄饨汤包，对，小汤包啊，然后还有包馄饨啊，里边都可以放上这个，吃起来一口咬下去，然后那个汁儿就爆开了，而且非常的香。主要是它这个汁儿太香了，它是真正的浓缩的精华。先准备1斤左右的羊腿肉，把它切成块儿。这块儿的大小呢，根据你个人的喜好。这肥的还要吗？要，因为它炖到汤里特别的香。但是有点多，是不是？但是它炖到汤里特别的香。好自为之。我们今天用的是电压力锅，电压力锅非常方便，节省时间。先把切好的羊肉倒入锅中。这个呢是 Costco 卖的鸡汤，我们今天用它来炖羊腿肉，一瓶大概是1升左右，我们今天用2瓶就够了。当然你用水也可以啊，这个我是觉得用鸡汤更鲜一点。用鸡汤炖羊肉出来的味儿特别好，超级推荐。哇，我现在已经觉得可以吃了，我天啊，好香啊！放入料酒1/4杯，黄酒啊、米酒都可以。电压力锅我们设成高压，时间呢无所谓。开始。这一步呢，我们并不是为了真正的去炖它，而是给它焯水，所以我们现在把它放到一边，开始准备辅料。小葱4根，姜1块。这个姜呢，我们可以用松肉锤或者用刀背把它敲碎。葱呢，我们就这样就可以了。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食材，杏鲍菇。杏鲍菇可以用刀切，但是我建议大家呢用手掰就可以了，因为它也挺方便，就可以掰好的。下面准备花椒1茶匙，白胡椒1茶匙。如果没有这种整颗的白胡椒呢，也可以用白胡椒粉来代替。现在我们准备一个茶包袋，把它装进去。这样就不会散的哪都是了。去腥提鲜就靠它了。温度上来了，我们就把这个浮沫给它撇掉就可以了。浮沫撇的差不多了，我们把刚才准备好的辅料都一股脑的扔下去，还有刚才的这个料包。如果有呢，我们可以往里边撒那么一点点的柠檬汁，再放差不多这么多冰糖吧，也可以不放。放的话，汤会更加的鲜美。我们现在把它的盖子盖上。然后我们给它高压20分钟就可以了。来看一看，我们先把这个料包给它捞出来，姜，下面我们来调一下味道，放这种有咸味的鸡精，先放1-2茶匙，搅拌一下。这一步就完全根据你个人的口味了啊，再放一点盐吧，要一点点加。加上这个海盐之后呢，汤会更鲜。又糊涂又糊涂，好喝吗？好不好喝？好嘞。我天！喝
1斤半的带皮五花肉，我们现在把它切成小块，2条全是1分为2，然后给它切成方块就可以了。传统的做法呢，需要我们把这个肉煸香，煸出油来。那今天呢，我们把这个步骤交给空气炸锅来完成。满满当当的盛了一锅，中间呢，咱们给它留一个这个空气循环的地方。咱们用400华氏度，大概是200摄氏度，先来10分钟。好，空气炸锅烤着肉，咱们也别闲着，处理一下香菇。按说呢，应该用干的香菇，泡发之后才来处理。但是咱们今天就用这个鲜的香菇，我个人觉得这个鲜的香菇口感其实更好。二来呢，就是比干的要省事，不用泡啊什么的，直接切了就行了。香菇的冠和梗分开了之后呢，我们把香菇的冠切成6份儿，梗呢我们就把它切碎就可以了，因为这个比较硬一点，这样就更容易弄得软烂，就这样操作就可以了。蘑菇切成这样就可以了。香菇切好了之后呢，我们再处理1大1小2个红葱头和几瓣蒜。大的我们切成这样的大片儿，小的呢我们切碎，然后把蒜也放在一起，一会儿自有妙用。我们最终呢用了16分钟，烤的时间可以根据大家用料的多少灵活掌握。接下来的工作呢，我们就交给电压力锅来完成。先把切好的红葱放在最下面，然后放香菇，再来把刚才的五花肉倒下去。接下来放鸡汤1杯，米酒1/4杯，酱油1茶匙，老抽1汤匙。好，我们再放点干海米进去，这个要用刀把它切碎了。再来一点冰糖。亚洲超市很方便，可以买到各式各样的卤料包，我们放一个卤肉包进去就可以了。如果你不方便买呢，可以放2茶匙的五香粉，是一样的。接下来我们要放这种调料包，沃尔玛呀、Target 这种大超市可以买到。这一盒里边呢有2包，用的时候就像方便面料一样，这样撕开撒在上面就可以了。搞定，盖上盖子。这锅肉呢，我们需要30分钟。高压锅工作着，我们也别闲着，准备糯米，圆糯米1杯，鸡汤3/4杯，确保每粒米呢都能吸到这个鸡汤。行了，把它放到一边。我们把空气炸锅的夹层取掉之后呢，可以看到刚才烤猪肉留下来的这个猪油，刚才我们切的红葱酥和蒜放下去，再拌一下，确保每一个部分都能沾上油。送进空气炸锅，370度10分钟。好，30分钟到了之后呢，好香哦！我们把刚才泡好的糯米放下去，平摊在上面就行了，沉到底下有可能会粘锅，就让它摊在上面，这样也起到一个蒸的作用。高压压4分钟就可以了。现在已经压好了，压好之后呢，我们不用管它，让它在里边焖10分钟。当这个显示10的时候，我们再把这个盖子打开。打开盖子呢，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的。先把里边的卤料包拿出来。这个呢是刚才我们用空气炸锅做的油蒜酥和红葱酥，用370华氏度，大概是188摄氏度呢，烤了14分钟左右，就成了这种效果。下面是可选项，就是我往里边会放一些这种高丽菜，这样这个饭就能很快的降温，就能很快的吃到嘴里边，而且呢，可以就是解腻，也没有那么腻了。它这靠余温就可以把这个高丽菜焖熟。在亚洲超市买的这种熟的栗子放进去，这就真的像油饭。盖上焖一会儿，我们10分钟后见。好，10分钟到了，我们现在呢，趁着还有点热气儿，我们加一点香油下去，大概1、2茶匙的样子，再拌一下。哇，我能先吃一口吗？太香了吧！我觉得这时候你让我先吃一口，证明你爱我。哇！噔噔噔噔噔噔噔，肉的油脂的味道，还有糯米的那个香味儿，还有香菇的鲜味儿，哎，所有的食材我跟你讲，配合的天衣无缝，好幸福。咱们现在先处理一下配菜，我把土豆的皮先削了。其实这个土豆我们完全可以用之前 Costco 好物推荐里面给大家推荐过的那个小土豆，那个连皮都不用削，都是处理过的，我们直接就可以用。那你为啥不用？因为我忘买了。好嘞。
我们把土豆切成大块儿，这个像一个苹果一样的颜色。好了，再处理一下这个玉米。这个玉米球是谁呀？这是它的胡子。哦。然后我们也给它切成块儿。四季豆我们买的是 Costco 的那种免洗的，然后都处理好的。从中间斩一刀，我们给它切的稍微短一点。好了，菜的部分就完全处理好了。准备一个大号的保鲜袋，让你的老公帮你把袋子撑好。好嘞。提前准备好的姜片、葱段，1/4颗洋葱，1茶匙的香菜籽儿，1茶匙的白胡椒籽儿，1茶匙的这种青花椒粒儿。这3样东西都是很好的，可以去腥提鲜，就不用提前用水焯了。1茶匙的蚝油，1茶匙的老抽调色用，糖汁的口罩，这是老麦的最爱。1茶匙甜面酱，1茶匙料酒，把口封上，给它进行一个按摩，把它都弄匀了。哇，按摩好舒服呀！我是这样的。什么？我也要。我们给保鲜袋开一个小口，然后把里面的空气尽可能的都排出来，然后再把它封上，把它放到冰箱的冷冻区，肉的部分就准备好了。如果你家里有一个真空包装机呢，那就更方便了。它让这个食物可以保存在冰箱的冷藏区，不用放在冷冻区里有一个解冻的过程，大大缩短了烹饪的时间，它的肉感、肉质也会更好。这个真空包装机是我们在 Costco 买的，您也可以去 Amazon 啊或其他超市购买，这个在北美买的是非常方便的。蔬菜的部分也就准备好了。我们可以在保鲜袋上或者真空包装袋上写上菜名和烹饪时间，这样一方面呢不容易混淆，另一方面呢，如果家里有厨房小白的话，也可以放心的操作。好，接下来呢就简单了，只要你家里有一口电压力锅，那么我们就可以方便的操作起来。把袋子剪下来，把菜倒下去，再把排骨倒下去，盖盖儿，高压30分钟。怎么样？无水无油炖排骨，就问你牛不牛？这个时长炖出来的这个排骨的口感是不软不硬的，这个味道也是特别的完美。我觉得我做这个简直了。豆角啊、玉米啊、土豆啊，都已经吸足了这个味道。今天我们分享的这个食谱，如果你抛开真空包装袋和这个保鲜袋的话，其实我们就是分享了5道 Instant Pot 的快手菜，完全可以现做现弄，好吃。我们先来处理一下鲜香菇和鸡腿肉。从健康的角度上来讲呢，蛋白质跟蔬菜为主，我们尽可能的少吃一点碳水化合物。切好的鸡肉搁进去，适量的姜片，3颗小葱切成段，2茶匙的料酒，1茶匙的老抽，1茶匙的老抽，1茶匙的这个酱油，2茶匙蚝油，1/4茶匙的糖。最后我们再来一点点盐，1到2克就行，让它混合均匀。鲜香菇放进去，Costco好物推荐里推荐过的这个栗子就可以了。无水无油炖鸡腿儿。因为这个栗子是特别软糯又香甜的，然后再配上这个鸡腿肉，简直炸了！我跟你说，这个栗子鸡现在吸足了，其实是香菇的那个香味儿。香菇真好吃。哇，你好厉害呀！3颗葱的葱段，适量的姜片，1颗八角，2茶匙的蚝油，2茶匙的老抽，1茶匙的生抽，1到2克的食盐。软匀，软字怎么写？就是 RUA。学会了吗？什么人教的？
然后我们再给它来上100毫升的可乐，我这个可乐是没有咖啡因、不含糖的。这个土豆啊、胡萝卜呀、一夹就断了，看见没有？脱骨的是吗？嚯，咱们这个呢是提前把这1个星期的饭都准备好了，从冰箱里拿出来往阴森泡里一放，过个20分30分的，然后饭就好了，然后全家人就可以乐乐呵呵一块吃了。人类自从开始吃熟食之后，就大大的缩短了吃饭和觅食的时间，就是节约了90%的时间。之后，人类的文明就进入到一个非常高级的阶段。所以，如果我们现代人利用一些现代的工具、厨具还有调料，把做饭的时间缩短的话，那你想想，我们拿出来这个时间来可以干点什么呢？发鸡头。切好片的腊肠搁进去，葱也搁进去。重点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冷冻蔬菜。这个冷冻蔬菜呢是我在超市里买的，这里边什么都有，老厉害了。2茶匙的生抽，1到2茶匙的蚝油，抓匀。切好的这个鲜香菇丁搁进去，之所以最后放呢，是我不想让它吸走这个汁儿。1/2杯的大米，3/4杯的鸡汤，你放水也可以。哦，太香了！对，本来这个肠其实是有一点油的，但是全被这个米饭吸收掉了，特别香。哇，也不腻，完全不腻的。我们这个腊肠是在 Costco 买的那种2连包。我今天提供的这5道菜谱，其实都可以加上米饭一起做成焖饭。这个呢，只是给大家提供一个思路而已。哇，太好吃了！焖面是不是也可以？做焖面，做焖饼，好吃鸡架，不要错过。谢谢观看，拜拜。行。啊！